母后，我这辈子最后悔的事，就是回到您身边，做您的嫡子。朕已下旨，给昭惠贵妃加封尊号，敬为圣母皇太后，签与先帝合葬长眠。至于您，子孙后代永远只能将您葬在妃陵，谁都不准有违。我是你10月怀胎的生母。父皇爱了您一辈子，这一次，您就让让姨母吧。竟是让我又从头来过了。你如何了？放我出宫，给我自由。你疯了！皇后的尊荣你不要了，孩子你也能狠心不要了？都不要了。胡闹！听闻您是安阳第一神医，求求您救救我母妃吧。太子殿下请回吧，我救不了。救不了？你都还没见到娘娘，怎知救不了？你可知殿下的母妃是谁？那可是统御6宫的贵妃娘娘，两朝元老苏太傅的亲女儿。你要是能治好贵妃的病，就是东宫和苏家的大恩人，天下金银财宝赏赐应有尽有。姨母是您的亲妹妹啊，您就这么恨她，让我娶表妹为妻是她此生最后的心愿了，还请母后不要让姨母抱憾而终。为何你在苏令仪身边养了5年，便只认她这一个母亲了？为了娶她这个表侄女，闹绝食、自残，甚至要在雪地里跪废双喜，荒唐！这是太子应该做的吗？恳求母后成全。允，我因心疼骨肉妥协让步，可他却记恨我曾反对婚事，屡屡吹枕边风挑拨我们母子，更是善妒不容人，不知害死了多少皇嗣。救不了就是救不了，二位请回吧。你这老妇别不识好歹！表妹，不得无礼。谢大夫，听闻您医者仁心，连路边乞儿都愿意施以援手，疫病时也是您救了成千上万百姓的性命，四周邻县没您治不好的病。堂堂一国储君，能为母做到这种程度，难怪天下人都称赞他的孝心。只可惜这孝心从不是为我这个亲生母亲。请回。你可知白天那是什么人？那可是太子，他动动手指就能杀了你，也能杀了我。你立刻收拾一下，进京给贵妃娘娘看病。谢氏，别怪本官没提醒你，民不与官斗。你纵然盛名天下，但他们若想要你的命，也不过上下碰碰嘴皮子的事儿。你自己看着办。上一世你为了苏令仪顶着千夫所指，下旨要我永生只能葬妃里。今生我也想看看你为了他还能做到何种地步。师傅，不好了，咱们的药铺被人砸了。师傅，什么都没被偷，就像是纯报复。这位是苏太傅的夫人。谢神医是吧？只要你能救我女儿的命，苏家必不会亏待了你。你这药铺被砸得乱七八糟，想来损失不少。只要谢神医愿意随老身进宫看诊，这些就都是你的。且老身向你保证，再也没有地痞流氓敢来砸你的铺子。既入了府，便是一家子姐妹。你的孩子，往后自然是我的孩子。那陈氏被你爹抬为续妻，你若留在府里，未必有好日子过活。跟祖母走吧，乖孩子。昔日的杀母仇人，如今我却眼见自己的亲生儿子天天围在他身侧，一口一个外祖母叫得亲昵。老夫人，你也请回吧。就算是皇帝来了，我也还是那句话，我救不了。谢大夫，你非要敬酒不吃，吃罚酒？来人！怎么，老夫人，
这里可不是你们用惯阴私手段的后宅，难不成你还想逼我就范？你今日敢将我强行带走，明日弹劾苏家的折子就会堆满御案。昭惠贵妃的兄长前不久刚因办事不力被皇帝降罪，老夫人，难道你想要太夫一把年纪，还要因娶妻不贤被同僚后辈大肆嘲笑吗？不识抬举，真是不识抬举！贱妇，一定会为你今日之举后悔！把这封信交给出城向北的驿站，务必快马加鞭送到宫里。是，师父。陈氏和太子绝不会善罢甘休。萧景客曾说过会护我一世，前世他做到了，今生也应当如此。就是他开的方子，我爹吃了他的药，今日就死了。谢大夫医术一向好，怎会治死人？再神的神医，也难保不出错吧？苏太傅，人命关天，你随老朽进宫看贵妃，知府自会明察，把外头的人赶走。若不肯，药铺查封，殿中人等下狱，你多年心血，顷刻灰飞烟灭。你们轮流威逼利诱，就没想过我为何不愿救他？你现在跟老朽走，他们立刻消失。我若是说不呢？师傅，你得救救我啊！谢大夫，老朽给你最后一晚，明日城门口见不到你，就别怪我无情。半夜带兵围民宅，殿下是拿我归案，还是杀人灭口？谢大夫，孤无意伤你。苏太傅白日与你有误会，孤亲自来请你走一趟。请？殿下请人的规矩，倒比安阳知府还气派。放肆！见了太子殿下还不跪下！再进一步，试试是你的刀快，还是我的毒快？孤知道你有本事，可人命关天，你既为医者，何必如此冷血？瑞儿，可是到了。到了，母妃，您别急，儿臣已将谢大夫请来了。瑞儿，别为难谢大夫，若他不愿，我这条命也便罢了。你听见了？母妃病重，受不得耽搁，只要你肯诊治今日之事，孤一往不咎。殿下私带贵妃出宫，率人围我宅院，如今倒成了对我既往不咎。是你还活着？娘娘病糊涂了，胡说什么？你不是早就……灵仪，外祖父，母妃方才说谢大夫还活着，是什么意思？殿下，娘娘病入膏肓，神思不清。谢大夫从前与苏家确有旧怨，娘娘一时认错人了。旧怨？苏太傅这话说得轻巧。是苏家从前对不住谢大夫，他年轻时在苏府暂住，与令仪有过恩怨。殿下，娘娘撑不了多久了，千错万错都是长辈的错。你先替令仪诊脉，你若有恨冲我来。谢大夫，本宫知道苏家或许亏欠过你，可母妃病重，不然本宫不会深夜来扰。他认得我，你不问为何；苏家人拦他，你也不问为何。你带人围我宅子，只想让我给他把脉。殿下，娘娘疼了您18年呢。母妃别怕，儿臣一定请谢大夫救你。谢大夫，只要你肯为母妃把脉，苏家旧怨，本宫以后必给你一个交代。太子殿下，你给不起。谢大夫，孤知苏家从前或许对不住你，可母妃病重，太医院束手无策，孤才亲自来请。太子殿下带人深夜围宅，这就是诚心相请。孤无伤你之意，贵妃待孤如亲子，只要你肯把脉，金银田产入宫封赏，孤都可应你。瑞儿，罢了，你是太子，怎可为我强迫民间大夫？殿下，娘娘疼了您18年，若她有个三长两短，你怎能看着养母病死眼前？孤再求你一次，只把脉，不必进宫，待母妃病稳，孤亲自替你讨公道。太子殿下的公道是先让害我的人活下去，再问我为何不救他。母妃身居宫中，与你能有什么深仇？救怨归救怨，人命关天。人命关天，我的命便不算命。谢大夫，孤敬你医名，也敬你年长，可母妃不能再拖。
谢大夫，请吧。深夜破门，强按头颅，太子殿下管这叫请？只要你去给母妃打买开方，这满院刀兵姑即刻撤走。我不准，他的死活与我何干？娘娘，你撑住啊，娘娘！瑞儿，算了，莫要为了我去为难谢大夫。母妃，太医，随行的太医死哪儿去了？快拿药来！殿下新词，老奴可不管这些，今儿就教教你什么叫规矩。哼！大夫的手最金贵，老奴倒要看看骨头有多硬。好一个母慈子孝，好一个清贵苏家。放肆！姑说了是请谢大夫，谁准你们背着姑动用这种下作手段？殿下息怒，老奴是看娘娘病危，救主心切，才失了分寸。陈夫人，东宫有东宫的规矩，姑不想再看到第二次。谢大夫，底下人不懂规矩，姑教训过了。现在姑最后问你一次，救还是不救？不救。你是医者，见死不救有违医德。姑今日就是绑，也要把你绑到母妃榻前。纵容恶奴行凶，事后假意施恩，待重兵围宅，逼平民屈打成招，这就是太子殿下口中所谓的规矩和仁德。放肆！一介草民也敢妄议东宫，辱骂太子！李嬷嬷，给我掌他的嘴，教教他尊卑！什么人，竟敢在姑面前放肆！皇上驾到！父皇，儿臣只是请谢大夫救母妃。母妃病重，经不得惊吓。此事儿臣一人所为，父皇要罚便罚儿臣。孽障！儿臣不明白，他既能救，为何不救？儿臣只是逼他开口，未曾想伤他性命。扎他的手，带人围宅，你还敢说未曾想？可母妃她……闭嘴！父皇，您为何如此在意他？她是朕明媒正娶的妻子，是大雍中宫皇后。18年前，她拼了半条命生下你。她不是谢大夫，是你的亲生母亲。不可能，我的母亲是昭惠贵妃，是母妃养我长大。太子方才说，若我不救苏令仪，便挖了我的手。若我只是寻常大夫，就活该受刑吗？母妃，母后，求您救他，儿臣错了，可母妃真的撑不住了。来人，传太医，今夜擅闯皇后居处者，一个也不许放走。父皇，母妃病重，求您先让儿臣带她回宫医治。回宫？无诏离宫，调侍卫围宅，逼皇后受刑，你们倒还知道回宫？儿臣不知她是母后，儿臣只是想救母妃。闭嘴！昭惠贵妃苏氏削去协理6宫之权，禁足朝阳宫，太子回东宫闭门思过。陛下，灵仪只是想活命，求您看在苏家多年。今夜在此一人，押回苏宅看个回京再审，带着他滚。今夜之事，朕会一笔一笔与你算。清雪，都这样了，还说不妨事？你早认出苏令仪了。他认出我时，我也认出了他。陛下觉得我该救吗？他夜闯我的宅子，纵容太子用针逼我。若你不来，我这双手便废了。他根基被药伤了多年，气血败坏，脏腑枯损。我出手也不过拖几日命。
当真无药可医。陛下为何这样问？苏令仪的病因，陛下不是早该知道吗？当年你产后出事，朕只查到处死的太医，线索断在朝阳宫外。朕苦无实证，又忌惮苏太傅前朝势力，为了保护你，才默许你去宫外避世。这些年，朕暗中给他下绝子药，就是为了防苏家做大。如今，朕终于可以替你讨这笔债了。你方才说苏令仪不是寻常病症，陛下心里应该比我清楚。是朕。当年你产后神思崩乱，太医查到药方被动过，线索在苏令仪宫里。他买通太医用安神药伤你，又趁你抱不住孩子把何瑞带走。朕夺了他的人，给他下了绝子药，药下重了。本只断他子嗣，他不肯认命，私下吃偏方虎狼药，积毒入肺腹，如今药石难医。他害我性命，抢我孩儿，踩着我的疯病做了18年慈母，今日病痛缠身，不是咎由自取吗？是。那陛下为何还问我救不救？因为何瑞，苏令仪死不足惜。可何瑞是你生的嫡子，是大庸太子。今日之事传回京城，天下人只会说他为救养母糊涂，不会知道他逼的是亲母。所以要我回宫替他遮丑？不是遮丑，是让他认清谁才是他的母亲，也让满宫满朝认清谁才是朕的皇后。这些年朕说你在行宫养病，是怕苏家寻到你，也怕你不愿回宫。如今刀已递到你手上，苏家不会罢休，何瑞也只会站在苏令仪身前。跟朕回去，苏令仪的病朕不逼你，朕给你交代，只是何瑞，他终究是我们的儿子。陛下，他今日差点命人废了我的手，他是不是我的孩子，不由苏令仪说了算，也不由他跪一跪哭一哭便能算数。我可以回宫，但不是去等儿子回头。苏令仪、苏家、萧何瑞欠我的，我都会一笔一笔讨回来。好，押入后衙候审，封存府库公文刑名卷宗。皇后在安阳之事，暂不得外传。是。娘娘，药铺掌柜药童和2个伙计都在牢里，奴才这就带人去接。先请大夫看伤，再带来见我。你伤还未好，这些事交给朕。药铺是我的，人也是因我被牵连，我要亲自见他们。师傅，别跪，是我连累你们。苏家带官差杂铺，说我们卖假药害死人，还逼我们指认方子有毒。他们翻乱账册，烧了几页，想坐实咱们私改药方。我查了近3月流水，那老人前日根本没在咱们这儿抓药。免礼，你们护皇后有功，受了冤屈，朕会给交代。谢大夫，你是皇后娘娘。从前不说，是有不得已，可你们受的难，我一定讨回来。草民只求别让苏家把黑锅扣在药铺头上。谢大夫行医18年，不能叫他们毁了。福顺，备纸笔，谁杂铺谁逼供，谁提过苏太傅，一字不漏写下。再去药铺，碎桂药渣牌匾全数封存，涉事衙役单独看押，不许串供。这只是第一份，凡做过的事，总会留下痕迹。谢大夫，你还回来吗？会，等该还的债都还清，我会回来。谢大夫，一路珍重。好好开铺子，再有人借药方构陷，直接去京中地状。恭请皇后回銮。谢神医竟是皇后娘娘，那苏家杂铺子岂不是冲撞皇后？安阳知府已押入京，苏氏连的人也看住了，你受的委屈，朕会清算。不急，证词仗剑都在，急的人不会受苦。太子殿下求见。父皇，儿臣只想同母后说一句话。昨日你带兵围他，逼他救苏氏时，可想过同他说话？儿臣不知，若要知他是不知还是不信？朕说皇后养病18年，你信过几分？母后，儿臣有罪，求您见儿臣一面。回东宫，送太子回京，再敢擅自拦驾，禁足东宫。皇后谢氏回宫，仍居坤宁宫。昭惠贵妃苏氏私离禁中，惊扰皇后，即日起禁足朝阳宫，无诏不得出。奴才遵旨。贵妃所掌公务即刻交回，各宫账册印信名册，明日呈坤宁宫。奴婢原坤宁宫掌事周氏，恭迎娘娘回宫。起来，把坤宁宫的门打开。从今日起，后宫上下只认坤宁宫一旨。奴才恭迎皇后娘娘回宫。娘娘离宫后，陛下不许人动旧物，只命初一18洒扫。老奴有罪，当年流言污娘娘名声，老奴守宫18年却没护住，请娘娘责罚。都起来，赵嬷嬷，你继续管内殿。今夜起，宫门落药出入名牌各处钥匙，全交坤宁宫核验。是。娘娘，贵妃从前掌宫，许多账册仍在朝阳宫封存。贵妃抱病禁足，奴才等娘娘示下。
那便现在去取。夜深了，朝阳宫那边恐怕苏令仪受惊，还是恐怕他的人来不及藏东西。传话，18年来月例赏赐采买药材香料库银支出各宫里单，今晚全送来。少一本茶馆侧人，缺夜茶经手人。若有人阻拦，记下名字。清账只是第一步，谁借苏令仪的手得利，谁替他递刀，都要写明白。奴才遵旨。娘娘，朝阳宫说贵妃病重，账册散乱，明日再送。半个时辰内不送，便由禁军开库，到时翻出来的可就不只是账册。今晚坤宁宫不叙旧，只查账。娘娘万福金安。娘娘回宫，6宫有主，臣妾等皆可安心。贵妃娘娘病重，不能来请安，昨夜还惦记娘娘身子，叫臣妾代问一句。本宫身子如何？太医院每日汇报。昭惠贵妃若还有精神惦记旁人，想来病也不重。臣妾失言。往后坤宁宫里不必替别人传话，都回去吧。是。儿臣给母后请安。太子还有何事？这是东宫库中最好的金疮药。昨日儿臣见母后手上伤口未愈，儿臣从前不知您身份，被人蒙蔽，伤了母后，不敢求立刻原谅，只求母后先用药。你昨日可去看过昭惠贵妃？去过，太医说尚需静养，儿臣只是尽力，并非仍要违逆母后。他养你18年，你挂念他是人之常情，这药也该先送去他那里。母后，儿臣是给您的，儿臣有罪，母后罚我便是。国有国法，公有公规，太子若真知罪，便先学会守规矩。送太子出宫，再将这匣金疮药送往朝阳宫，就说太子殿下一片孝心，请贵妃好生收着。儿子当真不知您的身份，若早知您是亲生母亲，绝不敢伤您分毫。起来说话。18年来儿子不孝，往后母后要我如何补偿，我都愿意。补偿什么？18年母子空缺，还是安阳内夜，你命人按住我的手，用刑逼我救苏令仪。那时我只以为您是安阳大夫，母妃病重，太医无策，我一时心急，才失了分寸。你为养母心急，我明白，可你也知道我是人，会痛会流血，知错容易，有些错不是跪一跪送一匣药就能抹去。太子，你的孝心已经有了归处，不必勉强分我一半。娘娘，齐王殿下求见。宣，臣儿给母后请安。和臣幼年师母萧景客曾将我当年留下的书簿、制正札记交给他，他虽未在我膝下长大，却把每一句教诲都记在心里。起吧。怎么这个时辰才来？兵部急务耽搁，来迟了，请母后责罚。什么急务？西北军械册与库数不符，儿臣亲和3库，封了2处账房，才误了请安，礼不可废，儿臣有错。既是兵部急务，便不算无故迟来。起来吧。兵部账目若迁出采买亏空，少不得惊动内库，一处已列，请母后先过目。你倒是细心。母后从前教过，宫里最怕糊涂账，账糊涂了，人心也跟着糊涂。二弟有心，只是母后才回宫，兵部之事何必拿来烦扰母后？太子殿下说的是，可中宫掌内库，若有人借贵妃病中用度遮掩亏空，更该让母后击之。齐王说的不错，太子的孝心本宫知道了。昭惠贵妃病重，更离不得人，你该先去她宫中侍奉。儿臣遵命。母后仁慈，替太子殿下保全孝明。兵部的差事办得如何？经营名册已核过，空饷3处，军械库2笔账对不上，旧册已封，明日呈父皇。牵涉哪几家？有苏家门生，也有东宫詹事府旧袭举荐的武官。人名不够，银子从哪里走？批文谁签？兵部谁遮掩？都要凭据，证据不齐，便会被反咬构陷。母后是在教儿臣。你既领了差事，就要办漂亮。朝堂不是行宫，没人因你年有让你3分。拿回去看，纸面军额与边关粮草如何相连？看不懂，明日再来问。儿臣谢母后。陛下，贵妃娘娘旧疾入肺，有伤根本，臣等只能用老山参、紫雪丹、鹿血丸吊着。若要好转如何？须得皇后娘娘亲自诊治。皇后是大雍皇后，不是太医院的医女，治不好就照实写脉案，别把差事推去坤宁宫。是。娘娘，东宫已来2回，太子殿下想请安，就说本宫头疾未愈，免了。儿臣只见母后一面，说2句话便走。6宫账册堆积，本宫无暇见客。太子若孝心无处安放，朝阳宫更需要他。母后还是不肯原谅儿臣。西北军械账目虚荣，儿臣请先清点各位实存，再对兵部就当。
3月内重造册籍，有亏空便追过手主官。殿下所言虽好，只是牵涉甚广，恐动摇军心。军心不在糊涂账上，将士拿不到足额军械才会寒心。说得好，此事由齐王协同兵部去办，朕要看的不是空话，是结果。娘娘，太子殿下又来了。告诉太子，本宫今日乏了，若他真有闲工夫，就去问太医院，贵妃今日参汤可按时用了。儿臣遵命。去吧，别误了陛下交给你的差事。是，母妃。夜深了，还看这些做什么？贵妃若真死在这时候，太子怕要怨我一辈子。他敢！妃陵清静，正合他意。苏母妃养育孤多年，孤既登基，追尊圣母皇太后，有何不可？至于谢氏能入妃陵，已是孤全了生身之恩。阿宁，传太医。不必，别叫人。我梦见你死后，你留下遗命，要我与你合葬，可何瑞不肯。他追称苏令仪为圣母皇太后，却把我送进妃陵。他还说我不过生了他，喂养他一日，受他一拜已是恩典。朕还在，只要朕在一日，谁也不能动你的皇后之位，更不能改你百年归处。何瑞年少，被苏氏养得亲近些，未必会糊涂至此。太子殿下，娘娘已经歇下，您不可。父皇，母后，求母后救救母妃。太子带人强闯坤宁宫，是来请安还是来问罪？母后，儿臣求您救救母妃。太医院无忌，安阳人人都说您是神医。苏贵妃有太医院诊治，我不救，因为我不愿。她养了儿臣18年，您是生母，亏欠儿臣多年，如今一张方子便能弥补，为什么还推拒？太子今日不是来求，是来逼。若逼能救母妃，儿臣愿担这个罪名。放肆！朕倒要问问，你担得起什么罪名？父皇，儿臣只是心急母妃病情，母妃对儿臣有恩，有恩便可越过礼法，强闯中宫，指责生母。皇后受害之事，朕尚未与你细说，你倒先替苏氏讨债。可她快死了，母后明明能救。皇后是国母，不是东宫召之即来的医女。太子失德，罚俸半年。送太子出去，坤宁宫往后无本宫传召，不许东宫擅入。娘娘，前殿有变，御史台递了弹劾折子。弹的是御史台还是苏家？臣弹劾苏承恩强抢民女，逼死其父，又引太子出入酒肆歌坊，纵马伤民，苦主已在京兆府鸣冤，请陛下明察。一派胡言，犬子谨慎。太子乃储君，岂会与浪荡之徒同游？苏承恩抢人时自称贵妃兄长，太子舅父，街坊皆可作证。太子舅父，朕怎么不知东宫何时认了苏家做外家？北营军械调陈数目有误，臣已退回东宫重核。淮南赈济文书漏了2县灾民，若照原数拨发，3日便要断粮。朕交给你的差事，你可亲自看过？儿臣因贵妃病重，心神不宁，属官呈上时未能细核，儿臣知错。你是太子，先有社稷臣民，后有私情孝道，为一妃病重误君误民生，这便是你的知错。军械不清，赈济有漏，苏承恩案牵涉东宫，齐王你如何处置？封存北营领用册，由兵部御史台回同清点。赈济先按高数拨半数救命粮，再快马复核。苏承恩案交3司会审，苦主入官驿保护，涉案者收押，借公民干预者罪加一等。准。太子萧和瑞失察误政，结交不起，即日起禁足东宫。北营、淮南苏承恩案暂由齐王协理，6部配合。朝臣可有异议？无人敢言，只是散朝时，许多大人都看了齐王殿下一眼。今日散朝后，没人替太子求情，御史台也安静。不是安静，是在算东宫还能不能起，齐王值不值得押。陛下，娘娘，苏家递牌子，太傅夫人称贵妃病重，求入宫探望。不见。今日起，苏家递来的信要物件，先送坤宁宫验看，未得本宫允许，不许往昭惠殿和东宫送半步。照皇后的话办，另命禁军换防东宫外门，不许太子私自传人。苏家派了3拨人，一拨送药，一拨替太子送旧书，还有一拨塞银子打听朝上风声。苏家还真把东宫当自家门庭。从前是，往后不是了。苏母妃养育孤多年，孤既登基，追尊圣母皇太后，有何不可？至于谢氏能入妃陵，已是孤全了生身之恩。
殿下，您又梦魇了。这几日，姑总梦见灵堂、遗诏、妃灵，梦里姑像是做过许多事，却醒来又记不真切。不是梦，那不是梦。殿下，把他送去坤宁宫，告诉皇后娘娘，他若认得此物，便请念在旧日母子情分，见姑一面。娘娘，东宫来人，太子被禁足，不能亲来，只命奴才送一件旧物，请娘娘过目。朕才下了禁令，来人说不是信也不是话。太子说皇后娘娘若见了，必会明白。若有姑娘能看懂你案头山石，或许便是半个知己。他这是也重生了，看来要去会会他。这是什么？把东西留下，告诉东宫，明日本宫会去。皇后娘娘，殿下在书房等您。带路。母后，太子有话便说。您见了这块石头便肯来，母后也记得，对不对？春燕、太子妃，我怕雷，还有您教我写第一个孝字。太子今日叫我来，是要叙旧？不是，前世未必全如您所想。那时我病重，苏家宗室礼部都在逼我，有些旨意是神志不清。如今我被禁足，齐王接政，苏家又乱，儿子只有您了。安阳那日我不知您是生母，才会冒犯。若早知道，绝不会动刑。求您看在母子一场，给我机会。我今日肯来，确实念母子一场，但不是认回你，也不是替你求情，更不是听你用神志不清抹平前世羞辱。您当真不认我了？前世我生你险些丢命，养你压下旧疾，从未掣肘你朝政。可你临终遗诏追封苏令仪为圣母皇太后，命我入妃陵，与陛下隔开。萧何瑞，从那一刻起，母子情分已被你亲手斩断。可我后悔了。后悔是你的事，前世今生的账，我会一笔一笔算清。母后，您会后悔的。该后悔的人，从来不是我。母后，前世那句话，儿臣说出口便后悔了。那是病得糊涂，朝臣宗亲都催着定哀荣，母妃养过儿臣，高热时手榻，受罚时求情，儿臣只是想补他一份恩情。补恩？所以你追称苏令仪为圣母皇太后，那命我不得与先帝合葬，只能入妃陵的旨意，也是补恩。儿臣想稳朝局，若您与父皇合葬，母妃追封后的名分无处安放。苏家宗亲都在，儿臣不能再起争执。所以你清楚那旨意会如我，只是我已经死了，受辱也无妨。拿我的陵寝和夫妻之意换苏令仪尊荣，苏家闭嘴，你的人孝名声很划算。不是，今生儿臣可以改，儿臣会奉您为母，让天下都知道您才是儿臣生母。你仍不明白，我要的从不是你赏回来的名分，更不是你权衡之后补给我的孝顺。母后，儿臣真的知道错了。你只是知道，这一次我不会再任你安排。若你前世临终只留一封悔过书信，或许我还信一分。可你下的是圣旨，金殿宣读，百官听命，宗庙留诏。母后，我那时病得昏沉，病得昏沉，还能替苏令仪想得周全。你不是失言，是权衡后觉得死人不会喊冤。你拿它来叫我记起前世对你的好，可惜我记得的不止这些。母后今生扶持齐王，也是因为记得这些。儿臣聪慧勤垢知恩，从不把旁人的牺牲当作理所应当。他记在我名下，陛下默许，往后自然走得更稳。所以母后已经不要我这个儿子了。是你先不要我这个母亲。母后既已选了齐王，又何必来东宫？你不是只为断恩怨，你在查苏家。苏家二房在江南强占民田，逼死田户37人。那位舅舅如今还在京中替苏太师奔走，想封我的药铺。那只是最小一桩，真正不能碰的是河运、军粮和科场。外祖父门生遍布6部，以父之名收束寒门举子，肯投苏家便有名额，不肯卷子再好也压到榜尾。继续说。成安13年，北境粮道亏空30万石，制面血水患，其实一半被苏家转卖盐商，一半掺陈米送军中，冻死饿死的兵卒不止奏折上的400人。证据。苏家老宅东跨越井下暗阁，还有陈氏手里几封信是外祖父牵制姻亲的。若要动苏家，先拿二房，别先动苏令仪，他一病，苏家会立刻销毁旧物。我清楚，因为前世我替他们收拾过这些烂摊子。母后既知苏家罪证，交三司审理便是。可苏令仪病重，未必撑得到那日。放心，他死不了那么快。
太医院会保他性命至3司审结，让他接受依法审问。你要折磨他？你急什么？前世你亲口下旨，追封他为圣母皇太后，令我葬妃陵与陛下死后常离。儿子知道错了。你不知道，你怕的不是我疼，是没了倚仗，怕齐王得势，怕我不再认你。母后，我是你的亲生儿子。前世我教你读书，用人明辨是非，你嫌我严厉，嫌我碍了你报恩的名声。今生18年，你如愿做了他的孩子。他一病，你唯我药铺，纵容苏家拿百姓性命栽赃，还敢对亲母动刑。你把太子的眼力和是非全丢在他榻前了。若我帮母后查苏家，亲自指认舅舅和苏家门生，可否别让他受那样的罪？那是你该做的。他买通太医改我产后药方，害我与亲子分离18年，苏家偷来的富贵、名声、盛宠，还有你那生母妃，全踩在血上。我不要他现在死，我要他看见苏氏临入刑部，陈世长救债，苏家男丁流放，女眷冲击，门生故旧，人人避他如祸。那儿子呢？若还记得自己是太子，就做太子该做的事；若只记得自己是苏令一的儿子，就守着他等苏家败亡，别再拿血脉求我。我不是非你一个儿子不可。传谢明鉴入宫，再叫安阳把旧账册、药铺往来名册送来。娘娘要查苏家，不是查，是把他们埋下去的东西一件件翻出。这些案子年头不短，又牵着苏太傅门生，所以暗查，人证先护主，卷宗抄副本。若有人灭口，直接报齐王府。为何是齐王府？太子禁足，东宫事务总要有人接手。殿下，皇后娘娘召了谢家人，又往安阳送信，坤宁宫的人还去了齐王府。母后见了齐王，未曾亲见，只递了话。顾忌的那么多旧事，偏偏换不回他回头。贵妃娘娘咳血了，念了您一晚上。娘娘说她如今只剩殿下了。告诉母妃，姑稍后便去。殿下，稍后是何时？母后，儿臣昨夜封了东宫书房和詹事府库房，先取3类卷宗。哪3类？兵部调兵军械，刑部羁押重案，还有苏氏门生经手的地方呈报。许多案子名义上与苏家无关，现却都绕回他们的人。抬尸闹事的人留下的。老者死前没服我的方子，药渣却掺了相克之物，给银子教喊话的人出自苏家安阳旧铺。那些衙役来得极快，像早候着，所以从地方观察起，先查安阳知县府衙，再查举荐升迁，刑部旧案也翻出来。太子禁足，正是清账的时候。儿臣明白，苏太傅账面干净，苏承业却贪财好色，常结交兵部小吏、刑部肃吏。儿臣想先查他。你父皇让你主理此事，没看错人，但不要惊动苏家。明面查詹事府失职，暗地调兵部、刑部旧卷，证人互助，账册结下。苏承业只盯不抓。是，儿臣会让他们以为我还在清点东宫杂物。娘娘，宫门外有妇人击鼓告苏家，他昏过去前怀里掉出血书，指名呈给皇后娘娘。带进偏殿，封锁消息，传太医，传禁军。今日起，所有入宫喊冤之人，先保命，再问案。抬起头来，说清楚。民妇女儿柳娘在城西绣坊做工，3月前被苏家2房公子强抢入府，我去要人，被打断肋骨。娘娘，这是阿姐托出的谢书，她说若她死了，别去京兆府，府尹收了苏家银子。半月前他们送回保管，说我女儿病死了，管里她脖子上全是勒痕。京兆府不收状纸，还要杖责我。谁拦的状纸？京兆府推官冯良，他说苏太傅门下岂容刁民攀咬，把人安置偏殿，内外换陛下亲卫值守，饮食汤药你亲自验，传齐王即刻进宫。是。母后，又是苏家？不是又，是他们从来如此，只是从前有人替他们压着。冯良3年前由外县县监调入京兆府，保举人许成是苏太傅门生，周牧、赵显也出自苏氏林春困，涉苏案子不是证人报诉，就是苦主翻供。娘娘，有人在西华门外探问柳家母子下落，被拿住后咬毒自尽，身上搜出苏府腰牌。看见了，他们比我们更怕这封血信。何臣，卷宗、热免文书、证人名册3处存放，柳家母子留在坤宁宫，谁来要人先记名再放消息。儿臣明白，先封京兆府旧案，拿冯良审许成，引他们自乱阵脚。娘娘，苏太傅府上的陈夫人递牌子，说贵妃病重，求入宫探望。他求见贵妃，牌子怎么递到坤宁宫？朝阳宫闭门隐病，贵妃身边的人不敢擅收。赵公归回他，贵妃染疾，外命事不得随意入内。他不让母亲进宫，齐王都查到苏家门生头上了，他是要看苏家去死。娘娘，太子殿下还在东宫禁足，禁足又如何？告诉他，若苏家倒了，他也别想干净。旧账、盐纸、安阳药铺绝不能落到齐王手里。
退下。曲之璧，孤不能出面，难道连提醒外祖父都不能？娘娘不呈给陛下，急什么？他既要保苏家，就让他多走几步，走得越深，以后越洗不清。娘娘，可要即刻送去御前？不急，拿薄绢来，照折痕、蜡印、墨色，一样一样列。娘娘要放他出去，信到不到苏家不重要，重要的是东宫想让他怎么到苏家。明路出不了宫，若走暗路，多半经上衣顾送洗衣物，再由采买太监出玄武门，也可能借并章宫药栏盘查比旁处送。抄近3个月出入册，沾东宫、朝阳宫、苏家的另列名册。齐王查苏家，这封信查太子。香囊原要交给郑女士，她今夜当值，已收了访信出宫，后头有人跟着。别抓，让他们走完这条路，等网织完整了再收。东宫这几日一直在等回信。苏家可有人递消息进来？没有。朝阳宫呢？贵妃娘娘病重，宫门看得严，也没有。废物，一封信都送不出去。不是送不出去，是母后结了，却没交给父皇。他要顺着这封信，把东宫埋在苏家的线一根根拔出来。他当真不要我了？把同年各宫脉案、药房出入部一并取来。娘娘，是贵妃用药有异？不是她，她病前身子康健，用不着这些安神药。记在谁名下？传太医院旧人，不要惊动院士，只叫当年药房当值，如今退下来的那几个。本宫问旧账，不问今日。说实话，尚有活路。皇后娘娘恕罪，奴才年老眼花，就是怕是记不清了。坤宁宫产后方，原方是谁拟？后来为何多了烈性药材？温补药又减半？原是刘太医拟的，止血补气，方子稳妥。后来方前有太医院印和刘太医私章，奴才只按签押配药。方签3年一焚，可那年坤宁宫少了一张，来替换的是朝阳宫的人，拿着苏家腰牌。刘太医早已告老，只是近来又被召回宫中，替昭惠贵妃看病续方。收好，另字一份送去齐王府，原件留在本宫手里。再查刘太医家眷，尤其18年前后，谁收过苏家的银子？带进来。老奴见过皇后娘娘。起来回话。本宫今日问旧事，不问虚礼。这是我家主子当年常戴的醒神囊。他为何会在我产后第3日突然来坤宁宫？主子本来送贺礼，听见内殿哭喊，旁人说娘娘产后失心，不许靠近。可主子不信，硬闯了进去。进去之后呢？娘娘时而清醒，时而认不得人，抱着小垫子喊疼，说有人抢孩子。太医只说产后惊郁，用安神汤压着。你家主子为何起疑？药味不对，主子常年服药，闻出苦腥，不像酸枣仁服心，倒像混了乱人心神的东西。当值太医说他多心，还说凤体药方不可外传。当值太医是谁？是林怀远，林太医。娘娘，当年主子偷偷倒出半盏药，老姨婆验过，说少服烦躁易易怒，多服癫狂失智。主子这才连夜求见陛下，又抱住小殿下，不许人带出坤宁宫。周嬷嬷暂留宫中，不许探视。方子和药渣交2位老院士分开验，谁也不许通气。去查林家这些年收过谁的银子，尤其是苏家，再传话给陛下，就说本宫找到了当年那碗药的活证人。陈周琦叩见皇后娘娘。18年前，本宫生产后，是你入坤宁宫诊脉。年深日久，臣记不清了。当年经手之人甚多，未必是臣。3月11，半夏、南星、白附药都是你签名。次日500两、300两、1000两进了你夫人手里。臣只是奉命记账，不知药材入了哪一方，也不知内子收勤。老爷，认了吧。苏家管事说，照贵妃娘娘的话办，咱们儿子入世就有人照应。本宫要真话，当年是谁让你改了产后药方？臣只是略作增减，为娘娘安神。半夏、南星用量翻倍，令天相重的乌头沫，你管这叫安神？娘娘当年时醒时乱，
连刚出生的皇子都不能见，你还敢说无关？臣有罪，是昭惠贵妃，她命臣添造猎扰神之药，让娘娘神志不稳，不能抚养皇子。苏令仪亲口吩咐，她只要本宫不能扶此。他还问有没有法子让娘娘血血成疾，拖几年油尽灯枯。臣怕太医院追查，没敢再加重。一字一句写清，少一个字，本宫让你全家去刑部慢慢补。好一个苏令仪，朕只当他贪心，想借瑞儿和贵妃之位立足，原来他从一开始要的就是你的命。来人，将这老匹夫拖出去！陛下，死太容易了，他该死，但不是现在。苏令仪还以为苏家可求，太子可保，我要他活着，活到他亲耳听见当年如何收银改方害我。押入诏狱，不许他死，不许他疯。每日验身，饮食由禁军轻看，少一口气，受劳者同罪。诏中，昭惠贵妃宫中所有药膳、汤水、香料重新查验。太医署另派不设苏家的医官轮值，只准吊命，不许他提前咽气。奴才遵旨。阿恒，是朕迟了。不迟，仇人活着，证人也活着。坤宁宫给他备的最后一剂药，不治病，治诛心。娘娘，昭惠贵妃求见。让她进来，既然来了，便听完。谢氏，你凭什么动苏家？凭什么动父亲？他再有不是，也是你的亲生父亲。贵妃连礼数都忘了。你买通太医改我产后药方时，可曾怕过不孝不细？旧案册、药材账、苏家银票，还有周琦供词都在这里。他说你加重安神药，减去固本药，只为让我发狂，不能抚养太子。住口！你产后疯癫，满宫皆知，是你福薄，关我什么事？你还盼我熬不过虚耗？皇后病逝，太子年幼，谁在那里？谢氏，你故意引我来？我从未引你，是你为了苏世林，为了苏家，病成这样还要闯进坤宁宫。贵妃娘娘，臣不敢再瞒，当年苏家给了3000两银票，娘娘亲口吩咐，若皇后不能扶子，太子便只能依附您。臣有罪，句句属实。是，我知道你查到了又如何？不是没死吗？如今还好端端坐在皇后位上。母妃，你方才说什么？姐姐，不能只听一个太医胡言。当年药方经手那么多人，凭什么说是我？太医院存当，旧宫人口供，传话内事，皆已画押。太子想听，便让他听。你养他18年，也该让他知道他的贤母做过什么。我没有害瑞儿，他病了我守着，读书晚归我等着，我待他如亲生。所以你先害封他的亲生母亲，再把嫡长子抱到膝下，一石二鸟，算得精明。是你产后失常，谁敢让你恪尽孩子？我也是为瑞儿好，为他好。安神方里加香满药，日日说孩子克母，陛下厌我，逼我离宫，也叫为他好。我记得抱不稳孩子，也记得你在帘外哭，说愿替我照看瑞儿。我夜里要见他，却被你的人拦在门外。若非齐王的小姨母入宫，察觉我药后脉象不对，又撞见你的人抱走瑞儿，我早成疯妇，他也只认你。齐王的小姨母，他不吃苏家的银子，也不怕陈氏的后宅手段。是他连夜禀告陛下，替我换药，护住瑞儿。姐姐，是我错了，我嫉妒你是嫡女，是皇后，陛下心里也只有你。我只是想争一条路，你争路便踩着我的命，踩着我母子的骨肉情。我不求你救我了，可父亲老了，苏家不能倒，看在同出一门，保住苏家几条血脉吧。同出一门？陈氏怎么进苏家？苏世林又如何纵他袭我母亲？要我也说给太子听吗？我回来本就不是成全你们。姐姐，父亲年迈，受不得牢狱之苦，苏家男丁若都下狱，苏氏一族就完了。苏家完不完，与我何干？与你何干？你身上流着苏家的血，苏世林也是你的父亲。你恨我，恨我母亲都可以，可父亲给了你性命和姓氏，你不能眼看苏家被清算。给我性命的是我母亲，怀胎
暖产抱我熬过寒夜的人都是他。苏世林给了我什么？一个族谱上的字，还是一座任人欺辱的宅院？你不能这么说，父亲当年也是有苦衷。他的苦衷是纵陈氏登堂入室，是看正妻无路可退，是我母亲死后急着扶外室做主母。那都是上一辈的事，何必牵连整个苏家？你后来入宫为后，苏家也因你荣耀。我母亲死时，我还在苏家。陈氏的脸色，苏世林的沉默，满府改口唤他夫人的声音，我都记得。我入宫是陛下亲迎，先帝赐婚，苏家借皇后之名得了多少体面，你们心里清楚。姐姐，你不能这样，你也姓苏啊！我不姓苏。从我被迫离开苏府，从苏世林18年不问我死活，从他封我药铺逼我救你起，我便与苏家再无父女情分。可血脉断不了，姐姐，血脉断不了啊！血脉若有用，我母亲被害时他为何不护？我离宫18年，他为何不寻？告诉苏世林，想与父亲资君，先去我母亲灵前问问，他配不配？别叫我姐姐，我只有母亲，没有父亲。苏家的债，苏家自己受着，谁也别想拿一个苏字压我。姐姐，父亲纵有不是，苏家也是你的根，你不能看着他们死。根？苏令仪，陈氏踏进苏家那日起，你们的根就烂透了。你不许辱我母亲！她本是外室，怀了你，便想做苏夫人的位置。那时苏家有正妻，有嫡女，还有我母亲腹中未出世的孩子。陈氏趁我母亲登阁取经卷，从背后推她下去，一尸两命。苏世林明知其巧，却压下所有口供，只为保你们母女。不是，我母亲说是她自己失足，是她命薄。我母亲的命不由杀人凶手的女儿来评。陈氏杀妻夺位，苏世林纵恶遮掩，偷来的体面待久了也不会变成自己的。我错了，我不该害你，不该改你的药方，不该抢走瑞儿。求你救救父亲，救救我母亲，哪怕只救他一个。我今日见你，不是听你求情，是让你亲耳听见，苏家无人无故。陈氏、苏世林，你该受的一个都不会少。你当真不救？我是你妹妹，瑞儿叫了我18年母妃，苏家倒了，她也会被人议论。那是你们欠她的，不是我该替你们还的。听够了吗？萧和瑞，出来，把你的母妃带走。瑞儿，你别听他胡说，他恨我，什么话都说得出口。母妃，方才那些话是他逼你说的吗？太医的药方是你叫人改的？不是，我病糊涂了。那时你还小，皇后自己离宫，陛下也允了，与我有什么干系？我问的是药方。我若不那样做，你能留在我身边吗？瑞儿，我养你18年，就算我有错，对你的心难道是假的吗？被撵，送贵妃回宫。太子，路上慢些。贵妃病重，经不得惊吓。多谢皇后娘娘提醒。你小时候怕黑，都是母妃抱着你睡，你不能因外人几句话就忘了是谁养大你。母妃身子弱，别着凉。你躲我，瑞儿，你不能不认我。我没有孩子，只有你一个。父皇，苏氏门生包庇串供，强抢民女，构陷安阳药铺诸案已核清。齐王年轻，恐受奸人蒙蔽，老臣教导储君多年，门生一二不孝，
岂能尽归苏家？若只是一二不孝，本王也不敢惊动父皇。大人救我！下官只是按苏家管事吩咐，才封了谢大夫药铺，无他致死人命。我妹妹不肯被苏家二公子强纳，投井死了。我们去告，父兄却被按盗窃罪下狱。苏家每年给京兆府刑部几位大人送银，安阳那次，太傅亲笔批了4字：不可留情。叛奴！苏家养你20年，你竟敢攀咬主家！刑部大理寺，督察院何在？臣在。苏氏诸案即日起3司会审，凡苏氏门生、姻亲、受卷举者，一律回避。敢传讯毁卷、威逼证人者，与苏氏同罪。陛下，老臣侍奉先帝，辅佐陛下多年，纵有治家不严，也请念半生功劳，给苏家自辩机会。朕给过管束家人的机会，查清安阳之事的机会，皇后离府后尽父亲之责的机会，你一次也没有要。陛下，这是家事。强抢民女是家事，构陷皇后是家事，买通官府害百姓家破人亡也是家事。苏世林，你的资历遮不住这些血。娘娘，苏府正门已封，男丁禁押刑部。苏世林被摘冠带，沿街喊着要面圣。陛下见了吗？没有，陛下只传话，3司既审明白，照律办。涉案成年女眷一律流放，未涉案及年幼者由官府安置，不得私卖，家奴变卖，所得充公。谢氏，苏家没了，你满意了？这是3司定罪，不是本宫写的判章。若非你挑唆陛下齐王替你搜证，父亲怎会如此？他也是你的父亲。纵万史害妻，任续贤如我离府18年，他问过一句死活吗？这样的父亲，你认？母亲不能去教坊司，她已是太傅夫人，受不了那种地方。我母亲和腹中她的孩子，陈氏踩着她的血进苏府，今日不过回到该去的地方。你胡说，这不是真的。我临盆后的药方被动手脚，太医被买通，害我神思失常，母子分离18年，也与你无关。送贵妃回宫，无诏，不许她再踏入坤宁宫。贵妃忧惧公心，救急骤发，需立刻静养。苏世林流放岭南，苏家成年男丁或斩或屠。陈氏明日随教坊司官侧清点入齐。苏世林临衙走前托话，想见娘娘一面。告诉来人，本宫没兴趣。娘娘，苏世林已在行道门外候着启程，托人递话，想见娘娘一面。母后若不愿，儿臣去回了。不必，让传话的人进来。苏范说，他到底是娘娘生父，流放千里，恐此生再无相见，求娘娘容他叩别一次。他还说，当年府中诸事皆是陈氏蒙蔽，愿当面认错。把信烧了，告诉苏世林，我不见。他纵妾害妻，欺我18年，又拿安阳百姓性命威胁我时，可曾记得我是他女儿？如今落难，倒想起父女情分了。母后，苏氏族谱仍列您救命。传宗正四卿，礼部尚书入宫。娘娘乃中宫皇后，名姓牵涉宗册，若从苏氏族谱除名，需本族文书与旁派见证。我母亲亡故后，舅舅数次上书接我回谢家，是苏世林不允。今日不问苏氏本族，不是求他们除我，是我不要他们了。臣明白。娘娘，苏世林听闻娘娘不见，在刑部门外大喊血脉不可断，说您今日若不认父，便是不孝。放肆！押解时辰到了，便押走。他若再喊，就告诉他，谢氏女的父祖，早在我母亲坠楼那日就死绝了。收好，往后若有人再拿苏家血缘说事，便给他看。是。说，本宫还能活多久？娘娘忧思过重，救急入肺，臣等只能尽力。本宫问的是还能活几日？若能静养，或许
还有数日。贵妃娘娘病重，想求见太子一面，东宫不敢擅闯，求皇后娘娘示下。他求见太子，来求本宫做什么？贵妃娘娘说，太子殿下从前最听您的话，去东宫传话，本宫不拦。殿下身子不适，不见。殿下，贵妃娘娘只想见您一面，恐怕撑不过今夜了。殿下说知道了。瑞儿最孝顺，她会来的。她只是怪本宫瞒了她，她不会不来。殿下，朝阳宫那边还在等。关门，今夜谁来都不进。太子呢？娘娘，殿下说夜深风寒，请娘娘安心养病。安心养病？他竟连骗我一句也不肯！苏氏下葬一事我已敲定，不追封不入妃陵。这道密旨是我亲笔立下，朕100年之后，帝陵正位只许你同葬，后世谁也改不得。一纸文书守不住身后事，每年要让宗正礼部双重核验。父皇母后，萧和瑞上交东宫印饰庄后果，背地里用东宫银两在苏家远亲庄子私藏兵器，操练私兵，假意折服，心存谋逆，继续暗中查证，拿住实据。是，庄内私兵100余人，兵器300件，手令写明趁太庙祭祀控制宫门，谋逆证据确凿。父皇，儿臣只是自保。萧和瑞私蓄甲兵，意图谋逆，即日起废为庶人，幽禁御庭终身。另立齐王萧和臣为太子。若无母后扶持提点，儿臣断无今日。储位是你凭本事得来，往后要心系社稷百姓。太后，叶廷来报，废庶人萧和瑞昨夜病逝。按废太子规制下葬，不赐谥号，不入皇陵。两世母子纠葛，今日尽数了结。今日宫宴专为母后添寿，往后朝堂后宫皆由儿臣护您安稳。